一个幸福的3口之家遭遇了灭顶之灾。案发现场没有太多线索，唯一的物证是一枚卡在墙体里的手枪子弹。办案警探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但法医通过自己的方式得出了不同结论。随着法医的强行干预，案件在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被迫结案。办案的警探以及受害家属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他们走上了一条追求正义的艰难道路。经过近1年多的努力，案件终于水落石出，真相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这里位于德州东南部，距离墨西哥湾80公里，人口大约230万人，是全美第4大城市，德州第1大城市。休斯顿创建于1836年，合并于1837年，市名是以当年德克萨斯共和国总统山姆·休斯顿命名。自19世纪后期以来，休斯顿的经济在能源、制造业、航空业和交通运输领域拥有广泛的基础，是美国成长最迅速的大城市之一，也是全美最大一个没有规划法的大城市。主人公约翰和戴安娜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的精英人士。约翰出生于1943年，是一名成功的海洋学家，他曾在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水稻实验站工作，后来搬到了德州，成为了当地一名知名企业的高管。戴安娜出生于同一年，与约翰不同的是，她的原生家庭相对富裕。戴安娜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拥有含金量非常高的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们一家靠父亲的收入过着富足优质的生活。高中毕业后，戴安娜去了圣托马斯大学读书，她获得了法语硕士学位，之后被安排进了法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工作。约翰和戴安娜相识于60年代，并在1969年5月25日顺利完婚。结婚后，他们花费了50万美元，在当地一个高档社区购买了房产。当年50万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足以看出两人的经济实力。尽管他们没有物质上的难题，但在婚后一直没有拥有属于自己的孩子，这是他们唯一的遗憾。在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有怀上孩子以后，他们在1978年收养了一名叫凯文的男婴。凯文的到来让两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他们也终于组建成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幸福家庭。约翰和戴安娜对凯文非常疼爱，为了能照顾好凯文，戴安娜甚至辞去了领事馆的高薪工作，在家成为了全职主妇。然而不幸的是，仅仅1年后，他们的幸福生活就被一个策划已久的阴谋彻底结束了。1979年7月6日，这天是个周五，也是约翰夫妇领养凯文1周年的日子。早上9点左右，邻居珍妮斯和他的佣人早早来到了约翰夫妇家，他们打算在晚上举办庆祝活动之前帮忙做一些准备工作。然而他们刚走到门口，马上就发现了异常现象。约翰夫妇的汽车就停在外面，但是房门紧闭，敲门一直无人回应。两名女士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辗转来到后院，解锁了推拉门。进入房间后，他们很快发现了可怕的一幕：约翰和戴安娜一动不动地倒在了客厅里。约翰侧躺在单人沙发上，头部有一处明显枪伤；戴安娜则倒在了沙发不远的地毯上，头部也有一处相同的伤口。珍妮斯见状，来不及感到害怕，马上冲进卧室寻找凯文的下落。然而当他找到凯文的时候，这个只有14个月大的孩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他也遭遇了相同的枪击。看到这种情况，珍妮斯彻底慌了，她瘫坐在地上，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幸亏珍妮斯的佣人反应迅速，他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到达现场，他们仔细检查了房间的各个角落，没有发现非法侵入和丢失物品的迹象。除了一枚卡在石膏板墙里的手枪子弹头以外，现场没有找到凶器，也没有发现凶手遗留的其他证据。因此警方判断这起案件不是家庭矛盾或者是入室抢劫引发的，凶手应该是约翰夫妇熟悉的人，他在征得同意后进入了房间，作案动机可能是出于私人恩怨。有了初步结论以后，警方马上展开了调查工作。通过走访约翰夫妇的家人以及邻居，警方拼凑出了这对夫妻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线。
案发前一天晚上9点左右，戴安娜和弟弟马克汉姆进行过通话。根据马克汉姆的说法，当晚他们谈论了明天举办庆祝活动的事情，他没有感觉到戴安娜有任何异常。两人通话结束的几分钟后，住在约翰夫妇家的邻居就看到一辆陌生的蓝色汽车在附近停了下来。警方认为约翰夫妇应该是在结束通话的几分钟后遭遇了袭击，邻居看到的那辆蓝色汽车可能与凶手有关。不过这位邻居没有记下车牌信息，警方也没有办法进一步调查，所以这条线索也就暂时中断了。案发4天后，警方得到了来自家属的重要线索，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们彻底改变了调查方向。戴安娜的弟媳辛迪告诉警方，约翰的弟弟乔治在案发后表现得非常可疑，他没有任何悲伤情绪，一直在积极协调双方亲属商量分割遗产的事情，甚至后事都还没有处理完，乔治就提前预定了哥哥家值钱的东西。辛迪的说法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认为乔治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马上对他进行了审问。乔治直言不讳地告诉警方，他确实想分哥哥家的财产，但是绝对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案发那天他没有在当地，一直在密西西比州工作。警方显然不会轻易相信这种说法，随后他们又对乔治进行了测谎。令人意外的是，乔治通过了各种测试，顺利洗脱了作案嫌疑。虽然这条线索没有让警方抓到凶手，但是他们坚信这个调查方向是对的。约翰夫妇平时为人和善，没有和任何人结怨，全家遭遇灭顶之灾，肯定和家产有关，谁是利益获得者，谁就有可能是凶手。然而就在警方准备对约翰夫妇的亲戚展开调查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首席法医约瑟夫通过心理尸检的方法得出结论，他认为这起案件的凶手不是别人，正是受害者之一的戴安娜。法医约瑟夫的理论是，戴安娜持枪杀害了丈夫和养子，然后又在家进行了自我了断。约瑟夫的主要依据来自于戴安娜的家族历史，戴安娜的母亲格特鲁德在4年前进行了自我了断，所以约瑟夫认为戴安娜遗传了母亲的极端性格，是个心理和人格有缺陷的疯子。戴安娜因为无法怀孕的事情犯下了这起残忍的案件。处理此案的调查员邦德警探拿到这份尸检报告后，整个人都要气炸了。他认为法医约瑟夫没有认真尸检，靠想象和推测就做出了这个不负责任的结论。而且约瑟夫忽略了最关键的事实，案发现场没有凶器，一个已经去世的人怎么可能再把凶器转移到其他地方？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推翻约瑟夫的所有结论。年轻气盛的邦德警探对此表示不服，他通过媒体公开对约瑟夫提出了质疑。然而邦德警探还是小瞧了约瑟夫，这个决定差点让他丢掉饭碗。约瑟夫是当地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法医专家，法医办公总部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想而知，约瑟夫的影响力和人脉关系肯定非同一般。当年约瑟夫为了推广他的心理尸检方法，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来游说美国相关部门。如果这种尸检方法被当局采纳，并且在全美推广开的话，约瑟夫和他的团队就成了这个领域的开创者，所以约瑟夫肯定不允许有人质疑他。虽然没有确切的消息证明约瑟夫使用了肮脏手段，但是邦德警探在公开叫板后没多久就被警局调离了岗位，从此他再也没有权限处理刑事案件了，薪水也随之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避免误会，在这里我稍微声明一下，我想表达的不是心理尸检完全不可信，只是针对本案中的个例存疑。实际上心理尸检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学科，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了死因研究和调查工作中，并且在相关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好了，声明完毕，咱们接着继续。邦德警探在被调离岗位以后，仍然不愿意轻易放弃，推进他前进的动力来源于作为警探的责任和个人情感。邦德有一个和凯文年龄相仿的儿子，每当他看到儿子的时候，脑海中就会浮现凯文被害的场景。为此，邦德警探下定决心一定要抓到凶手。为了不耽误案件的调查，邦德在调离岗位之前就提前做好了准备工作。他把所有调查材料全部复印带回了家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邦德一直在同事的协助下想办法解决这起案件。本案中唯一的物证就是那枚卡在墙体里的手枪子弹头，于是邦德警探决定先从这枚弹头开始着手。
他们对市面上常见的几十种型号的手枪逐个进行了弹道测试，最终的结果表明，一把.22口径的左轮手枪与这枚子弹的弹道非常相似。然而就在邦德警探以为案件的进展将会更进一步的时候，新的打击再次出现了。法医约瑟夫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干扰了案件调查，最终警局采取了约瑟夫的尸检结论，对本案做了结案处理。在美国刑事案件调查中，如果警局做了结案处理，那么嫌疑人将不再有义务配合调查，先前的物证也有可能会被销毁。所以一般情况下，一旦结案就意味着案件就此结束，除非掌握了实质性的证据，并且新证据足以支持起诉，才能申请重新调查。邦德警探深知这里面的道理，所以他把所有精力全都放在了寻找新证据上面。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大约过了1年以后，邦德警探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举报者告诉邦德，策划这起案件的幕后主谋不是别人，正是戴安娜的弟弟马克汉姆。得到这条线索后，邦德警探马上让同事深入挖掘了马克汉姆的背景。经过调查，邦德警探确信了举报者的说法。马克汉姆表面上是一个保险推销员，但实际上一直在做一些骗人的勾当。他的骗术并不高超，主要是利用时间差骗取保险公司的佣金。简单来说，就是先骗一些客户的个人资料，然后再用这些真实的资料购买大额保单。由于保费是分期缴纳的，所以这就给马克汉姆提供了操作空间。马克汉姆会自己出钱缴纳第一笔保费，然后等保险公司返还佣金以后，他再换个地方继续行骗。由于当年保险公司的制度还不完善，大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会认为是客户自愿放弃了交纳保险，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汉姆利用这种骗术骗取了大量钱财。真正引起邦德警探怀疑的是，马克汉姆在案发半年前给姐夫约翰购买了一份25万美元的意外保险。这份保险是马克汉姆办理过的所有保险中唯一一个还在继续缴纳保费的，而且缴费人不是约翰。这就说明马克汉姆给约翰买保险不是想骗取佣金这么简单，很有可能是为了获得保险赔偿金。虽然邦德警探的推测非常合理，但是这并不是可以定罪的证据。邦德警探能做的只有持续关注马克汉姆的动向，期待他在以后能留下可以破案的线索。比较庆幸的是，这天很快就会到来。大约过了1个月后，马克汉姆分到了大量遗产和保险赔偿金，总共大约50万美元左右。马克汉姆非常鸡贼，他在这笔钱还没有到账的时候，就提前和结发妻子辛迪离婚了。辛迪跟着马克汉姆生活了近10年，到头来1分钱也没有分到。邦德警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决定利用辛迪的愤怒，从中获得一些可用线索，于是很快对辛迪进行了询问。辛迪表示，马克汉姆在案发那晚没有外出过，所以他不可能去到约翰家实施犯罪。如果真的是他策划了这一切，那一定是沃尔特提供了帮助。沃尔特和马克汉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马克汉姆在分到遗产后没多久，沃尔特也和妻子离婚了。现在两人正住在大房子里，过着挥霍无度的奢靡生活。辛迪的说法很快引起了邦德警探的注意，他认为这名叫沃尔特的男子可能是帮凶。不过考虑到沃尔特和马克汉姆的关系非常要好，如果直接找他问话，肯定会打草惊蛇。于是邦德警探还是决定从沃尔特的前妻黛比那里了解情况。找到黛比以后，邦德警探直言不讳地表明了来意，黛比也非常配合地讲述了他知道的所有事情。根据黛比的说法，沃尔特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经常做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界的事情。他有很多朋友，其中不乏一些有过犯罪前科的人员。这些人里最让戴安感到不安的是一名叫艾伦的男子。艾伦有过多次暴力犯罪前科，案发前不久才刚被释放出狱。在艾伦还在监狱的时候，沃尔特就频繁与他书信来往。虽然这些信里没有提到谋杀相关的事情，但是黛比认为沃尔特没有胆量直接犯罪，可能请了艾伦帮忙完成这项工作。掌握了这条线索后，邦德警探马上让同事对艾伦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他以往的犯罪经历，邦德警探认定艾伦就是扣动扳机的凶手。然而当他们准备找艾伦询问的时候，发现艾伦没有固定住所，只知道他的女朋友住在乔治亚州。由于没有搜查令，他们无法直接进入艾伦女朋友家进行检查。
于是邦德警探在和同事商量后，决定采取最为保险的手段。他们一开始打算先派人跟踪艾伦的女朋友，看看两人是否住在一起，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预期。可能是跟踪的便衣长得太帅了，意外被艾伦的女朋友搭讪，于是这位便衣也就顺势和艾伦的女朋友进行了交谈。两人在酒吧度过了漫长的午夜。最后艾伦的女朋友透露，她替男友藏了一把左轮手枪的事情。得到这条线索后，邦德警探激动的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他通过同事联系了一位当地警员，去了艾伦女朋友的家里。在和艾伦的女朋友说明利害关系以后，艾伦的女朋友交出了那把左轮手枪，并且也交代了艾伦的下落。手枪经过弹道测试后确定为凶器，艾伦也很快以谋杀罪被警方逮捕。在证据面前，艾伦没有抵抗，全盘交代了所有犯罪经过。案发当晚9点左右，艾伦和沃尔特开车去了约翰家。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掉约翰一家。由于沃尔特认识约翰，所以他们很轻松就进入了房间。在沃尔特和约翰聊天的过程中，艾伦绕到约翰身后开枪打死了他。戴安娜是第二个受害者，她还没有来得及逃跑，就被艾伦按在地上一枪结束了生命。确定两人没有生命体征以后，沃尔特又带着艾伦走进了卧室，紧接着艾伦又残忍结束了凯文的生命。案发那晚正是独立日的第二天，街上还有很多燃放烟花爆竹的声音，所以他们的枪声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作案结束后，他们很快离开了现场。艾伦和约翰一家没有任何恩怨，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因为沃尔特答应事后会给他1万多美元的报酬。艾伦承认罪行以后，警方很快以谋杀罪逮捕了参与犯罪的沃尔特。警方非常清楚，艾伦和沃尔特只是实施犯罪的执行者，真正的幕后主谋是马克汉姆。想要把他缉拿归案，警方必须要和中间人沃尔特合作。于是警方给沃尔特开出了优厚的交换条件。双方签署完相关协议后，沃尔特交代了马克汉姆雇凶杀人的事实。马克汉姆为了满足自己挥霍无度的生活，决定对姐姐一家下手。他提前给约翰买了一份意外保险，并且欺骗约翰说他只是用来骗取保险公司的佣金，所以约翰一直不知道马克汉姆在偷偷给他交保险的事情。等到保险生效后，马克汉姆就通过沃尔特雇佣艾伦实施了犯罪。为此，马克汉姆支付了3万美元的报酬，中间人沃尔特分了19000美元，凶手艾伦则分了11000美元。作为最大的利益获得者，马克汉姆拿到了大概50万美元的遗产和赔偿金。除此之外，沃尔特还向警方讲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之前被认定是自我了断的格特鲁德，也就是戴安和马克汉姆的母亲，实际上也是马克汉姆雇凶杀害的。参与这起案件的同样是沃尔特和艾伦。与约翰一家不同的是，马克汉姆需要让他的母亲看起来像是自我了断，于是沃尔特和艾伦使用丝袜窒息了格特鲁德，并且伪装了作案现场。这次马克汉姆支付了1万美元，这1万美元中，沃尔特分到了6500美元，艾伦则分到了3500美元，而马克汉姆利用这件事情总共获得了大约100万美元的遗产和保险赔偿金。当年10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490多万美元，不知道艾伦是怎么花的，仅仅4年就败光了这笔巨款。艾伦已经习惯了这种奢靡的生活，忍受不了没有钱的日子，所以就为了钱财策划实施了约翰一家的惨案。值得注意的是，戴安娜母亲的案子也是本案中的法医约瑟夫参与的。那年他还没有推广所谓的心理尸检方法，用的还是传统的物理尸检方式。不过即便是这样，约瑟夫也没有检查出戴安母亲的真正死因。虽说人都有失误的时候，谁也无法保证100%不出错，但是这种接二连三的失误总会让人感觉有些奇怪。由于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并且也有了关键的认罪口供，所以之前的尸检结论很轻松就被全盘推翻，此案也很快进入了审判流程。1981年，约翰一家遇害2年后，马克汉姆和艾伦因犯有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死刑。沃尔特因为签署了认罪协议，被判30年监禁。马克汉姆和艾伦分别在1993年和2003年被执行注射死刑。另一名罪犯沃尔特在服刑10年后被假释出狱，他修改了名字，更换了社会安全号码，完全抹掉了假释嫌疑人的身份。目前沃尔特的去向不明，据说还在从事诈骗活动。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